如果你第一眼看到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这个说明，或者看到简介里写的这是一个关于胖子宅男一辈子找不到女朋友，最后死于非命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又是一部充满了自嘲和刻板印象的烧痕文学。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将彻底错过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最狂野，也最让人热血沸腾的魔幻现实主义史诗。这部作品拿下了代表美国文学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它的高明之处和核心爆点在于，它用一个死肥宅一生的悲惨遭遇，强行拨开了多米尼加这个国家长达半个世纪的独裁血泪，一个家族跨越3代的恶毒诅咒，以及在绝望的铁幕底下一个最边缘的普通人如何用纯粹的爱去掀翻整个命运棋盘的惊天反转。接下来了整整1个小时，没有任何一句无意义的废话，也没有一句车轱辘话，全都是高密度的底层逻辑和直击灵魂的情节解剖。要听懂奥斯卡的故事，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个贯穿全书，甚至可以说是贯穿整个拉丁美洲历史的底层核心概念，叫做福库库。在大白话里，福库库就是一种古老、恶毒、无法逃脱的超自然魔咒。相传这个诅咒是从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秒起就被唤醒的，它伴随着奴隶贸易、种族屠杀和殖民者的贪婪，深深地烙印在了多米尼加这片土地的骨髓里。在多米尼加的民间传说中，只要你得罪了权贵，或者你的家族被恶魔盯上，福库库就会像幽灵一样缠着你，让你的子孙后代永远死于非命，让你的家庭永远无法得到幸福。而到了现代历史中，这个抽象的福库库魔咒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恐怖人间恶魔，那就是多米尼加历史上最残暴、最荒淫的独裁者拉斐尔·特鲁西略。特鲁西略在这个国家统治了整整30年，在他的高压铁幕下，社会国势的恐怖统治被放大到了极致。他有自己的特务机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耳目，任何人只要在家里说了一句对总统不敬的话，第二天全家就会悄无声息地变成蔗糖地里的肥料。最变态的是，特鲁西略有着极其强烈的出业权和占有欲，只要他在宴会上探中了哪个家族的女儿，不管是名门闺秀还是平民巫师，这个女孩就必须被送进他的卧室，如果不从，整个家族就会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这种国家级别的恐怖和荒淫，这是最血腥、最无可附加的福库库魔咒。而我们今天的主角，那个生活在美国新泽西的超级胖子肥宅奥古斯卡斯·奥斯卡，就是这个100年魔咒结出的最后一颗怪异果实。奥斯卡的人生从一出生开始就踩在了解构多米尼加民族基因的反向极端上。你要知道，在多米尼加人的文化底层逻辑里，一个合格的男人必须是海王，是肌肉男，是留着胡子、眼神迷人、一天不跳舞不泡妞就会死的超级阿尔法男性。多米尼加男人把睡了多少个女人当成自己人生的唯一勋章，而奥斯卡吗？他是一个体重接近300斤、戴着厚厚近视眼镜、走路慢吞吞、一紧张就结巴的重度宅男。他唯一的精神寄托是沉浸在托尔金的《指环王》、日本的动漫、各种科幻小说和《龙与地下城》角色扮演游戏里。他是新泽西贫民区里所有黑人和拉美裔孩子嘲笑的终极对象。在奥斯卡的青春期里，多米尼加人的好色基因和他的肥宅外表发生了一场极其惨烈的物理冲突。他骨子里极度渴望能有一个女孩握住他的手，但他的现实外貌却让每一个女孩在见到他的第一秒就避之不及。他在高中的时候无数次尝试表白，换来的永远是无情的嘲笑和冷眼。这种长期的精神羞辱让奥斯卡陷入了严重的重度抑郁症。他甚至在大学里因为失恋而从立交桥上纵身跳下，试图自杀。虽然被栏杆挂住活了下来，但他的灵魂早已千疮百孔。周围的人都摇着头说，他妈，这就是德里昂家族的福库库魔咒，这个死胖子注定要孤独终老，注定要死在虚无里。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奥斯卡一个人的悲剧，那你就太天真了。书里在奥斯卡最绝望的时候突然调转枪口，用一种狂暴的魔幻现实主义笔法扒开了他母亲贝利以及外公阿贝拉那一辈人的惊天血泪史。这时候观众才会明白，奥斯卡身上的肥宅魔咒
不过是当年独裁者特鲁西略砍向他们家族的致命一刀留下的余震。奥斯卡的外公阿贝拉曾经是多米尼加最顶尖、最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一个完美的家庭。但他犯了一个在独裁国家最致命的错误，他长得太标致的女儿，也就是奥斯卡的姨妈，在一次舞会上被独裁者特鲁西略盯上了。特鲁西略暗示阿贝拉要把女儿送去总统府，阿贝拉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知识分子，为了保护女儿编造了各种借口拒绝，甚至在私底下和朋友几句独裁者的荒淫。结果是什么？特务机构瞬间收网，阿贝拉在一天夜里被秘密逮捕，没有审判，没有罪名，他被直接扔进了最恐怖的政治犯监狱，在那里，他遭受了长达数年的非人折磨。他的医生双手被生生砸断，他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他的妻子因为绝望而自杀，他的大女儿神秘失踪，直到特鲁西略被刺杀前夕，阿贝拉才死在监狱的废墟里。一个精英家族仅仅因为拒绝出卖女儿的肉体，就在几夜之间被权力的绞肉机彻底碾成了飞灰。而奥斯卡的母亲贝利就是在这种家破人亡的废墟里长大的。贝利从小是个孤儿，在街头挨打流浪，身上带着野兽一般的生存本能。他长大后继承了家族惊人的美貌和叛逆骨骼。他不信命运，不信魔咒。在特鲁西略统治的末期，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外号叫黑帮的英俊男人。但贝利当时并不知道，这个黑帮男人隐藏了一个核弹级的秘密，他是独裁者特鲁西略的亲姐夫。当特鲁西略那个残暴、嫉妒心极强的姐姐发现贝利的存在时，福库库魔咒再次露出了血淋淋的獠牙。那是一个漆黑的深夜，贝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几个身材魁梧的秘密警察强行塞进了一辆没有牌照的轿车。他们把他带到了多米尼加最臭名昭著的荒野蔗糖地里。你要记住，在多米尼加的历史里，一望无际的蔗糖地就是天然的行刑场和乱葬岗。秘密警察用皮带、用警棍、用枪托，对怀有身孕的贝利展开了一场长达几个小时的疯狂虐杀。他们打碎了他的肋骨，砸烂了他的脸，甚至活生生打掉了他肚子里的死胎。在他们以为贝利已经变成一具尸体，把他扔在泥泞里等死的时候，魔幻现实主义的硬核爆点来了。贝拉在半梦半醒的濒死状态下，看到了一只长着红眼睛的神秘金色猫咪。这只猫咪在黑夜里舔舐着他的伤口，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他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贝利凭着一口气，硬生生从那片埋葬了无数冤魂的蔗糖地里爬了出来。为了逃命，他隐姓埋名偷渡到了美国的纽瓦克，隐忍地活了下来，生下了奥斯卡的姐姐洛拉，以及我们的主角奥斯卡。听到这里，你就能彻底理解为什么奥斯卡的一生会过得如此拧巴和绝望。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外公被砸碎的双手，是母亲在蔗糖地里流干的鲜血，是一个国家30年独裁统治留下的巨大创伤。他的肥宅，他的懦弱，他的社交恐惧，其实是德里昂家族在经历了极端的政治创伤后，潜意识里长出来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他用200多斤的肉体和科幻小说的幻想，把自己牢牢地死锁在了一个安全的无菌室里。但福库库魔咒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无论你逃到哪里，无论你把自己藏得有多深，只要你骨子里还流着多米尼加人的血，他迟早会把你调回那片充满了血腥味的故土。在经历了大学毕业后的连续失恋和重度抑郁后，母亲贝利为了挽救快要疯掉的奥斯卡，决定把他送回他的祖国多米尼加，让他去外婆家过一个夏天。也就是在这个炎热、充满了朗姆酒和莎莎舞动能的夏天，这个全美国最卑微的死肥宅迎来了他人生中最短暂也最奇妙的终极高潮。奥斯卡在多米尼加遇到了伊邦，伊邦是一个已经人到中年、靠出卖肉体为生的成熟妓女。在所有人的眼里，伊邦是个残次品，是个被生活彻底玩坏了底层女人。但一辈子没牵过女孩手的奥斯卡眼里，伊邦就是他们女神，是他所有科幻小说里拯救世界的精灵女王。奥斯卡没有像其他多米尼加男人一样，带着高高在上的嫖客心态去消费她，也没有用粗俗的荤段子去调戏她。
他每天坐在伊邦那间破烂的公寓门口，给他写长长的、充满深情的14行诗，帮他照顾小动物，用一种近乎宗教般纯洁的尊严去对待这个被世界抛弃的女人。伊邦那颗冰冷麻木了10几年的心，竟然真的被这个满身大汗、走路结巴的美国胖子给生生捂热了。但伊邦身上同样绑着一个多米尼加式的致命地雷，她的公开男朋友是一个外号叫队长的现役警察头子。这个队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警流氓，手里有枪有权，杀人不眨眼，是现代多米尼加社会里残存的特鲁西略式的黑恶势力。当队长发现一个美国来的死胖子天天缠着自己的女人时，历史的血色轮回以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精准度再次降临在了德里昂家族的头上。在一个暴雨将至的午后，2辆拉满警察的皮卡车堵住了奥斯卡的去路，他们蒙住他的头，把他塞进车厢，一路狂飙。当黑布被扯开的那一秒，全书最震撼、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宿命闭环诞生了。奥斯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一望无际、在风中沙沙作响的巨大蔗糖地里。这正是30年前他的母亲贝利被秘密警察活生生打碎肋骨、打掉死胎的那片蔗糖地。30年过去了，独裁者特鲁西略早就变成了骨灰，但权力的傲慢、暴力的残酷和那个叫福库库的魔咒依然在这片长满了甜味作物的血色土地上肆虐。队长的手下开始疯狂地围殴奥斯卡，他们用枪托砸碎他的眼镜，用军靴踩烂他的肋骨，把这个300斤的肉块打得满地打滚，满脸是血。在他们收工准备离去的时候，队长蹲下身，把冰冷的枪口顶在奥斯卡肿胀的脸上，用最直白的大白话警告他：死胖子，这是第1阶段的警告，滚回你的新泽西去，如果你敢再踏上这片土地一步，下一次你会直接变成这里的肥料。奥斯卡被外婆和姐姐从血泊里救了出来，他被连夜塞上了飞往美国新泽西的班机。回到新泽西的奥斯卡身体在慢慢痊愈，但他的眼神彻底变了。如果按照普通屌丝电影的逻辑，主角这时候应该看清现实，放弃幻想，安安分分地回到自己的卧室里，继续打游戏看动漫，作为一个幸存者平庸地活到死。但奥斯卡在经历了这场断骨剥皮的暴虐后，他骨子里那个沉睡了20几年的属于德里昂家族的叛逆灵魂被彻底点燃了。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他选择逃跑，如果他选择妥协，那他就彻底沦为了福库库魔咒的奴隶。他外公的冤屈，他母亲的鲜血，他母亲的鲜血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他不想再当那个躲在角落里发抖的死肥宅了，他要在自己必输的人生棋盘里强行落下一颗反抗的棋子。在回到美国仅仅大白话生活了3个星期后，奥斯卡做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觉得他已经彻底疯了的决定。他取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瞒着母亲和姐姐，一个人再次买了一张单程机票，义无反顾地飞回了那个随时会要了他命的多米尼加。他回到了伊邦的身边，在那个炎热的南方小镇里，在队长随时可能降临的枪口底下，奥斯卡回伊邦度过了人生中最疯狂也最温柔的4个星期。那4个星期里没有科幻小说演，你知道吗？没有2次元的幻想，只有最真实的肉体触碰和毫无保留的灵魂托付。这个一辈子被全人类嘲笑的胖子，终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通关了属于他自己的爱情游戏。最终的结局在所有人预料之中，却以一种近乎史诗般的箴言，迎来了全书最高潮的核弹级爆点。队长大人堵住了他们，他们再次把奥斯卡带到了那片宿命的蔗糖壁深处，2个黑漆漆的枪口死死地顶着奥斯卡的额头。行刑前，黑帮分子冷笑着问他：你这个死胖子，你大老远从美国跑回来送死，到底是为了什么？你难道不怕死吗？此时的奥斯卡摘掉了破碎的眼镜，他满脸是汗，身体因为恐惧在微微颤抖，但他看着眼前的凶手，看着这片吞噬了他3代家族血泪的蔗糖壁，用一种无比清晰、无比直白、响彻整片荒野的大白话，给出了他的终极回答。奥斯卡说：我当然怕死，但我回来是为了告诉你们，有些东西
是你们手里的枪，你们背后的强权，以及你们那个恶毒的福库库魔咒永远无法摧毁的。那就是爱。在遇到伊邦之前，我以为我的人生是一场巨大的错误，但现在我知道了，跟他在一起的这4个星期就是我的萨法，是我对你们整个魔咒扔出的最大反击。你们可以开枪打碎我的肉体，但在真爱面前，你们这群靠暴力活着的寄生虫才是真正的可怜虫。枪声响起，奥斯卡倒在了这堂地里，那个新泽西的胖子宅男死了，德里昂家族最后的男丁绝后了。但故事的尾声，却给所有观众带来了一次跨越维度的认知觉醒。几个月后，奥斯卡的姐姐洛拉在美国收到了一份奥斯卡在临死前几天寄出的挂号信，信里装了几张写满了密密麻麻文字的草稿纸。那是奥斯卡正在创作了一部未完成的伟大科幻小说的手稿。在信的最后，奥古斯卡斯·奥斯卡给姐姐留下了遗言：洛拉，不要为我哭泣，我终于明白了外公和母亲当年的选择。人生的长度从来不是由数字决定的，而是由你敢不敢为了一种绝对的天爱去对抗整个世界的潜规则决定的。在死前的那些日子里，我终于牵到了他的手，我终于体验到了人类最极致的亲密，那感觉真的太奇妙了，是真正的纯粹的魔幻。我想告诉你，诅咒被打破了，我是个赢家。这就是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隐藏在大白话肥宅日常底下的商业核武器。他用一个最荒诞最卑微的肉身去正面硬刚了一个国家最沉重最血腥的独裁铁幕。他打破了所有关于英雄的传统定义。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是那些手握钢枪身披铠甲战无不胜的神明，真正的英雄是像奥斯卡这样，哪怕命运从一开始就给他发了一手必输的烂牌，哪怕整个时代的强权要把他撵从这堂地里的烂泥，他依然敢为了灵魂深处那一丁点关于爱和尊严的微光，独自一人买一张单程机票走向死神的近邻。当你合上这本书，你记住的绝对不是他的300斤体重，也不是他的结巴，而是那个在多米尼加狂风大作的这堂地里，面对黑漆漆的枪口，挺起胸膛宣告爱才是宇宙终极答案的短暂而又无比奇妙的伟大背影。这就是文学最震撼、最能让我们在虚无中重新找到活下去勇气的终极力量。感谢你耐心的听完这段长达1个小时的命运解剖。如果今天的内容强砸碎你过去对普通人对宅男的刻板偏见，甚至带给你哪怕一丝对抗生活泥潭的衍生勇气，请务必长按点赞分享出去。我们下期再见。